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P。在过去的2周多，我用 Cloud Code 来重构了 DPRD 这个网站的前端页面，主要是完成了 HTML 设计部分。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，我坚持了一个原则，就是不写一行代码，所有的事情都让 AI 来完成。如果对我是怎么实现这一部分工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不写一行代码让 AI 完成专业页面设计这一期视频。然后现在整个前后端的页面设计都已经完成了，我录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设计以后得到的结果。然后特别说一下，在我设计的过程中，经历了 Cloud Code 的 Sonnet 4和 Sonnet 4.5的一个升级，所以前一半的页面是用 Sonnet 4做的，后一半的页面是用 Sonnet 4.5来做的。这边简单说一下，首先大家看到第一个页面是前端的一个首页，就是视频列表页。就是如果以后大家打开我的网站，这里就可以看到每一个视频的标题、封面、简介、什么标签啊这些相关信息。然后这边上面有一个筛选的区域，可以选对应的标签、合集、关键词来做一个搜索。然后下面有一个分页，然后最下面有一个页脚，页脚有一些链接，这边有一个回到顶端。然后最上面是一个 top bar， 就是顶部导航，有首页关于啊这些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中英文切换，这边有一个深浅色主题，比如说晚上我们深色，白天我们就浅色。然后这边有登录和注册按钮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微信沟通，这个是等于留了一个占位符，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功能接入，就算一个扩展功能。然后在这里，如果点开一个视频，就一个文章进来，就到了这样一个页面。这个页面分左右两个部分，顶部和底部是一样的。然后左边是一个视频的一个基本信息，我们从上往下看，一个封面，然后标题啊，一些链接 button， 然后一些基本信息，然后下面是这边是标签，这边是合集，然后下边有一个详细信息，详细信息基本上就是每一期视频对应的文本，比如说有些视频里有一些命令啊，有一些文件下载啊，这些都放在这边。然后会有一个评论，评论也做的比较简单，就是发表评论、展示评论、评论嵌套。然后评论这边做，因为考虑到评论会比较多，做了一个分页。然后最下面是有一个视频推荐，就是跟这一期视频相关的视频，点开就可以看。然后右侧是做了一个网站的一个公告，就有公告放在这边，因为我的网站公告会比较少，就不单独做，就放在这边，就在每一次点开这个视频详情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见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关联视频，这个关联视频就是基于这个叫 tag， 就是标签，比如这是一个教程，这是一个前端的，这用的是 JavaScript 技术，那这边也就是对应的这些同类的东西。然后这下面这个是推荐，是一个随机的，是这样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前端又做了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，这个做的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有什么在线留言啊、用户协议啊、这些免责声明这些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了，包括一些常见内容啊，这些都有。好的，这就是前端页面。我们现在来看后端页面。首先，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登录页面，这个是比较常规的页面。管理员登录以后，管理相关的视频和文章，然后账号密码登录。登录进来以后，就看到了一个仪表盘的页面。这个页面我们讲一下后台的布局。首先，这个侧边栏是可以收缩的，然后侧边和顶部常规的一个导航，然后有一个搜索，然后有一个主题的一个切换，然后有一个用户，有一个通知，这些都是常规的功能。然后进来以后，上面就是一盘数据的统计，然后下面有一些分项的统计，然后最下面放了一个表单，表单里就是以图表的形式来显示一些数据变化的趋势，这边包括有一些快速的切换呀，然后自定义时间，这些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好的，仪表结束以后，我们来看那个就是表单。好，来看标签，标签会有一个列表页，就是说一共有哪些标签。还记得标签是什么吗？标签就是每一个视频或者每一个文章对应的一个标签。同样我们也有合集，这边有个标签的列表，然后列表里有批量导入、批量导出，刷新当前页面，还有一些列设置这些功能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筛选、排序，这些都是做好了的，包括这些切换。然后后面有删除、查看和编辑。那么编辑就是长这个样子，然后有一个表单可以在里面进行编辑，然后有一些错误和
相关的反馈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实时预览，这个标签长什么样子，然后这些都可以选择或者说去输入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然后有一些状态的切换什么的都在这边，然后就保存。查看标签我只是让它做了一下，但是我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查看和编辑可以混在一起，在第一版的时候，后面我再根据需求再去做，所以这边我简单做了一下，样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把一些关联的信息展示出来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看完标签，我们来看一下合集，合集就很简单，也是一个列表页，然后也有一个合集的编辑，和标签是差不多的。OK， 合集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最重要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内容的管理。内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视频，包括一些公告、文章都在这里。然后，列表页没什么好说的，一样的一些功能，就是导入导出这些批量的操作，这边还有一些批量的转换，然后搜索、排序，这些都是有的。最主要的是在编辑这边，编辑这边有上传图片啊，一些属性的编辑，然后我这边还让 IR 给我写了一个叫多选框，这边可以搜索，然后选中、添加，然后实现一个多选。不得不说 AR 写这个真的好快啊，给它一些简单的提示词，它就给我写出来一个在多个页面多处可以进行复用，可以灵活的去配置。然后这些信息这些都是一样的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 CRUD 增删改查的一个页面，混入了一点点内容，但它不算高级。然后 AR 来做这个非常的轻松。我唯一遇到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第一版的设计，然后有一些学习的成本，一旦学习完了以后就很快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前面的视频，然后自己可以尝试来完成一些自己的设计。现在 AR 做这个真的很快很简单，欢迎大家来试试。好的，这就是这期我在不写一行代码的前提下，用 AR 来完成DPRD 这个网站前后台页面重新设计这个工作的全部结果展示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谢谢。